Hello， 大家好呀，这里是七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孔雀都市》第5章的故事。上一章我们说到，婆婆开枪打伤了在熙，然而她似乎是故意设计好的一样，没有导致在熙死亡。打了在熙一个巴掌后，又给了他一个枣，将在熙要求的股份交给了他。不过最终所有人是在熙儿子。在熙觉得也没差太多，欣然接受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婆婆正密谋着将他的儿子交给朱颜夫妇抚养。回到本章，在熙陪李雪排练结束后，主动提出送她回家。李雪见此，给同伙男发去消息，准备去往他家。合伙男不知道李雪在搞什么鬼，连忙将钱藏了起来。路上时，李雪说起自己的身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就在几年前奶奶也去世，所以她现在和一个姐妹住在一起。在熙也没放在心上，鼓励她生活总会好的。很快她将李雪送到了目的地，两人告别后，李雪一路来找合伙男。糟糕的环境透露出住户们的穷困，合伙男将钱拿了出来，按说好的分给李雪一半。李雪其实有点不满，好不容易有了跟婆婆这种大财阀要钱的机会，结果合伙男只要了1000万。合伙男让李雪见好就收，还表示他这么贪得无厌，对不起英珠姐。这句话戳痛了李雪，她没有理会，想要跟这件事撇清关系的合伙男直接离开了他的家。而在熙告别李雪后，在路上收到了小普的电话，小普告诉他已经收拾好卢英珠的遗物，不过听说卢英珠还合租过，所以怕出什么事。在熙则告诉他，合租的人应该是卢英珠的男友，放任卢英珠去酒吧上班，导致认识了老曹。现在卢英珠死了，男朋友怕惹上事，肯定不会再出现。而婆婆一向做事无懈可击，在确认安全后，才会假装卢英珠给敏姐发去视频。小普见在熙信誓旦旦，只好挂掉电话。在熙则来到俊赫电视台公司，今天是俊赫担任主播的最后一天，同事们也都是才知道，纷纷怀疑起是因为上次报道自家丑闻的事情。俊赫并没有听到他们的议论，在领导局长的溜须拍马下，跟着在熙离开了这里。他似乎心情很不好，见在熙路上一直说个不停，他没好脸色的让在熙适可而止。第二天，在熙不经意间在婆婆面前提起此事，婆婆没当回事，称俊赫只能依靠装作很严肃的样子，才会让她觉得自己有面子。说着说着，还同情起在熙，表示两人都是一个命，需要伺候天天摆着臭脸的老公。在熙只是在一旁听着，并没有多说话。见此，婆婆也不愿多说，让在熙提醒俊赫晚上时参加家庭聚会，之后将一封文件作为礼物交给在熙。而这封文件正是俊赫出轨时的图片。此时的俊赫还不知道自己出轨的事情已经被很多人知道，正和家教老师腻歪在一起，准备没羞没臊时，家教老师接到了在熙的电话。在熙咬牙切齿地向他问话，有没有正在交往的男朋友。当得知没有后，在熙手中的叶子应声而断，看起来在熙是动了真怒。只是当他愤怒地离开后，一旁观察他许久的李雪也缓缓走了出来。之后在工作的时候，他有意无意提起这件事，见在熙并不愿意说，他仍然不愿意放弃，在熙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时间来到晚上，和家教老师忙完事的俊赫接到了在熙让他参加家庭聚会的提醒，见一旁家教老师嘟囔个没完，俊赫发泄完对他也没好脸色，丢给他一个项链堵住了他的嘴。此时的在熙正在车子里等俊赫，李雪以今天的事情跟他道歉。正当在熙回复的时候，俊赫终于姗姗来迟，还恬不知耻地问起儿子有没有等他很久。在熙替儿子回答并没有，然而儿子却揭穿了他们明明已经等俊赫很长时间了。俊赫也没在意，三人就这么启程出发，前往家庭聚会。而另一边，在快餐店的李雪却注意到了在熙的回复，称李雪并不需要道歉，她反而很感激李雪上午的安慰。这时合伙男也来到了这里，两人聊起天来。李雪现在非常怀疑老曹身边叫做小普的人，不仅帮卢英珠死亡申报，还帮忙处理遗物，怎么看他都没安好心。合伙男却并没有想那么多，打发走合伙男后，李雪再次陷入沉思。不久后，在熙和俊赫终于赶到了婆婆家，见婆婆身为一家之主，却每次都亲自做饭，在熙显得有些不理解。婆婆告诉她，让她也早点学习做菜，即使她是家中权势最大的人，但是男人女人的职务也得区分开来。在熙以为现在和婆婆在一个战线，于是答应下来，
还表示不会让婆婆失望，一定会好好干自己的事业。很快，家庭聚会如期召开，带有婆婆一家血缘的人同居一桌。俊赫爸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先是讲述了自己曾经穷苦的司机生涯，然后开始感叹如今成为财阀家庭中一员有多风光，最后又说起俊赫要当总统的事，让准日不要阻拦，还劝说在熙不要争权夺利，早日生下二胎才是最重要的。俊赫爸这一番话说的也是颇有技术含量，直接让餐桌上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了起来。幸好从不参与家庭纠纷的小姑子在一旁缓和了气氛。吃完饭之后，俊赫夫妇和准日夫妇聚在一起聊天，表面上一片其乐融融，其实朱颜一直在暗示，为了俊赫能当上总统，需要牺牲准日前途的不满。气氛也随着聊天不对起来，准日也对家庭纠纷没太大兴趣，俊赫也对权力没什么兴趣，真正吸引他的还是女人。所以到最后，真正的纠纷还得看在熙和朱颜，两人处处互相针对。朱颜甚至表示，如果她早知道在婆婆眼里俊赫一个私生子更重要，她就不会选择和准日结婚。在他们的家庭中，亲情只是权力的附属品而已。俊赫回到家中，还念叨着朱颜说的话，虽说从小和朱颜长大，但是感情并没有多少，还让在熙如果下次看到朱颜这么嚣张，直接怼回去就好。在熙并没有搭话，一番按摩将俊赫治得服服帖帖。结束后，俊赫爬上床准备睡觉，只是无意间又聊起米姐来，他有点害怕这个报复出轨女的女人。在熙则和他的立场不太一样，为敏姐说话，毕竟敏姐是被出轨的那个。俊赫听此心里一惊，问起在熙，万一自己哪天出轨了，在熙会怎么做？见在熙只是阴沉着脸不回答，他解释道自己肯定不会出轨，但是害怕会因为一些事让在熙误会。在熙打断了俊赫，称自己并不会像敏姐那样疯狂。俊赫听此刚准备放心的睡下，结果在熙喃喃道他会杀死那对狗男女，把俊赫吓了一跳。第二天，在熙观看其家教老师的社交平台之后，更是借着帮他相亲的理由邀请他来到了这里。家教老师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直到在熙没头没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才发现似乎有点不对劲。在熙也不装了，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让他去相亲前打开看一看。家教老师被胁迫着，只好打开了文件，结果里面正是他和俊赫激情的照片，这让他脸色大变。然而好戏还在后面，最后一张赫然是他经营理发店的妈妈为客人做头发做到手指裂开的照片。在熙拿此威胁他，提出让他妈妈也知道一下自己女儿当小三的事情，还嘲讽家教老师是个陪睡的。而他脖子上的项链则是俊赫拿出的嫖资。当然在熙也熟知打一个巴掌给一个枣的道理，见识后差不多了，将事先准备好的钱交给了他，代表着让他之后不要再和俊赫联系了。另一边，多恩和李雪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在熙的文件似乎落在了这里。李雪见此主动帮忙送给在熙，刚放到在熙位置上，在熙就匆匆赶了回来，两人随意闲聊了几句，似乎之前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此时电视台的后辈仍然念念不忘俊赫辞职的事情，同时觉得俊赫辞职一定是上次报道的事情惹得家中的成晋集团了，而且并不看好后辈，凭借后辈一个普通人的实力，想要调查清楚这件事实在是太难了。老曹对在熙很感兴趣，当时敏姐还在世的时候，就看她天天和在熙待在一起，不过现在看起来她要和婆婆联手了。小普则对她的猜测和评价一句话没说，保持着沉默。在熙工作中见李雪有事没事的就看自己，于是把她单独叫了过去，两人打了一会儿哑谜。在熙隐晦地提出家教老师的事情，他很看不起自己，因为他利用权势让别人屈服的样子和他看不起的那些人做法一样。李雪则安慰他，他相信在熙不会再这么做了，他会帮忙监督。在熙不置可否。不久后，工作结束准备下班的在熙突然接到了老曹情妇的电话，很快他就来到了他的家。和他在一起的还有电视台的后辈，原来是后辈想要和他聊聊，情妇在门外偷听，但是奈何房屋隔音效果太好，只是听了个大概。后辈是来问敏姐死亡一案的，他经过调查发现视频中的那个女人叫做卢英珠，所以想要继续调查下去。送走了后辈后，情妇一脸惊慌地问起在熙卢英珠的案子怎么办，在熙则让他放心，他已经敷衍好后辈了。离开了这里后，他又接到了婆婆的电话。很快她来见婆婆，婆婆正打着电话，似乎是前任会长的100岁生日，和在熙的代表上任仪式日期冲突了。
借此婆婆告诉在熙，所有人都不愿意承认她，不想去参加她的展览仪式。秘书补充道，这似乎是老曹指使的。见在熙因此烦恼，婆婆让她动用钥匙的力量。在熙恍然大悟，很快来到了书房，结果发现里面竟然藏有明姐的丑闻。打开一看，这是那段明姐抽打卢英珠的视频。之后他还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壁纸，登上账号后不仅发现了几个视频，还有一个备注我的爱人的消息记录。等我。本章完。在下一章中，后辈着手调查起卢英珠的事情，而李雪则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在熙面前。她到底想要干嘛呢？婆婆和在熙真的统一战线了吗？我们下章再揭晓吧。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了，关注七家不迷路，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